今天呀，要去位于神奈川县伊势原市的大山。那在关东地区啊，此地被称为雨降山，是古代水利管理的核心坐标啊。坐落于此处的大山阿夫利神社呀，拥有超过2000年的祭祀记录。那我应该是在2年前来过一次，当时拍的是枫叶嘛，没有过多的说历史。这次再来的目的啊，是要解读一个中文圈认知度很高，并且也是日本很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巫女。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认知的巫女啊，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巫女吗？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在中文圈被广泛认知却常常被误解的文化符号巫女。她们在过去150年里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本质变化？已经到山下了，上去还是坐缆车。到缆车还有一段距离。路边有卖橙子的，300日元一袋就100日元一个，还可以。到缆车之前会经过一个参道，这个参道叫做陀螺参道，可以看到地上有画着陀螺。大山这块有2大特产一个是豆腐，第二个就是这个陀螺了。现在来看陀螺的话呢，就是一个工艺品但在以前它是一种带有运势转动的赌博性工具当时呢，行政力量把它包装成可以祈求金钱流转的吉祥物其核心目的就底层逻辑是要消耗那些参拜者过剩的精力与财力。本来我想说尝尝它的豆腐嘛，但是今天是平日好多店都不开门看看吧，遇到就吃，遇不到就算了。好不容易找一家店有豆腐，结果他说今天不做，可能因为人太少了。但是他有这个豆腐做的零食，应该是豆乳，有总比没有强。那世人都说大山的豆腐好吃是因为水好，这确实没错。因为在古代大山的纯净水源是受到严格保护的，但是山上的神职人员是被严格限制行动的，他们是为了维持秩序，不能从事农业的。于是呢，行政为了补偿他们，就允许他们可以用这个水进行交易，把水卖到山下的宿坊，让他们去做豆腐，然后从而获得收入嘛。这就是大山豆腐的起源了。没想到最后还是让我找到可以吃豆腐的店铺。看店铺里的照片，皇太子都来过这家店，看来挺有名气。还是上山坐缆车，下山步行。刚才看他下边写的注意女版的话是因为有倒木嘛，所以走不了了，所以下山只能走男版了。但是最有看点的是女版。之所以选择在大山探讨巫女是因为刚才有说这座山在古代被称为雨降山，是关东平原最重要的水利祭祀中心。在古代行政逻辑中水权即是生存权。当时的巫女在大山是拥有解释权的气象媒介，他们通过降临仪式代表社区与自然力量交换关于降雨的契约。在那个时代巫女是大山祭祀系统的核心元素。当时的巫女可不是现在看到的穿着白衣红裤，然后动作优雅、翩翩起舞的形态。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认为现在看到的巫女是日本延续1000年的传统，但实际上这种形象是近代行政干预后形成的视觉符号。原始职能早已消失。如果你深度翻阅过资料的话，便会发现这就是一次最成功的认知替换和抹除。那我们今天要去深挖的不是现在巫女的舞姿，也不是她们的服饰，而是她们身上那套消失的职能。总结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巫女文化是进入近代以后被行政强制干涉后彻底重构的。简单形容的话呢，以前的巫女负责通灵，现在的巫女负责服务人。这里的服务人不是字面意思，它象征着巫女原本职能被行政化的彻底转变。
这种转变啊，是因为进入现代化国家的日本呀，不再允许任何不可控的解释权存在。因此呀，通过1873年，也就是明治6年的行政法令啊，国家强制剥夺了巫女的灵媒职能，将其降级为维持神社日常运作的行政辅助人员。那在大山这个曾经的神权高地啊，这种职能的断裂啊，标志着原始神权被近代行政逻辑所吞噬。已经坐缆车上来了，神社就在边上，不用走太远就可以到。那下面就仔细说一说进入近代国家的日本为什么怕巫女的存在，为何通灵这一行为会被法律强制终止。这并非人类的认知能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不是科学知识的进步，而是因为近代社会运作的基础是确定性。在古代行政体系中巫女掌握着对神圣意志的最高解释权。当她宣布降雨预测或战争决策时这些结论无法通过逻辑手段进行质疑，也无法通过物理实验进行验证。她所掌握的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性的原始权利。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没办法验证神明到底有没有下达指令。那对于一个追求精确运行、要求所有部门均处于管控之下的近代国家而言这种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且不可预测的权利是具备破坏性的。因此在1873年，明治政府颁布了针对灵媒行为的禁令。通过这一纸行政通告国家强制收回了巫女的发令权。换句话说国家要把所有无法预测、无法控制的权利纳入制度化管理。那巫女原本的解释权就是被清理的目标。那巫女从一个连接未知领域的信息通道被降级为负责维持宗教场所日常秩序的执行人员。在近代的行政逻辑中所有的决策必须具备可追溯的证据与可计算的预期。那巫女原本拥有的那种无法被质疑的解释空间被彻底排除在了现代国家的运作逻辑之外。他们被安置在固定的岗位上按照统一的规章制度干事儿，确保了神职体系不再产生任何计划外的行政干扰。那现在的巫女是行政体系为了维持特定文化而专门维护的视觉资产。下社已经看完了，现在咱们去这边。上次来看枫叶这块没有爬，但今天的主题是巫女，所以再累也要爬这个山。这块写着进山要100日元。那从下社旁边继续登山的话，就可以说个题外话了。可以说是大山曾经一个极其矛盾的过去。那大山在历史上曾长期执行女人禁制，这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被严禁进入山顶的核心区域。然而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这套祭祀系统又必须依靠身为女性的巫女来执行关于神意的解释工作。当时的权力将大山顶峰定义为排他的、严禁女性进入的绝对禁区，而将执行仪式的巫女安置在半山腰的下社。这种安排的本质是将女性的职能彻底工具化，这是为了让巫女只能作为信息传递工具，而非权力的持有者。她们被允许作为解释未知的渠道，但她们的肉体被严禁接触权力的核心。她们被限制在特定的空间内，负责向平原上的大众传递信息，却无法进入产生这些信息的源头。统治体系利用了巫女在感官上的敏锐性，却通过空间禁令剥夺了她们在主权层面的地位。她们被允许说话，但不能靠近答案。那这种矛盾证明了在大山的管理逻辑中巫女并非权力的分享者，她们只是被放置在半山腰负责翻译原始自然力量的工具。她们只能在被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并提供符合预期的解释。那么这种被需要到底算是一种地位还是一种限制？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看不到巫女的根源。职能存在，但现实中被屏蔽了。世人只看到了巫女所拥有的所谓神明的解释权，但谁真正体会过这种被设计、被限制的人生呢？终于到山顶了，这一路走的我根本就没力气说话呀。可惜今天有雾如果没雾的话，大山山顶看富士山非常的壮观。
终于知道为什么这叫雨降山了。爬到一半啊，因为雾气太大呀，不停的在，也不叫降雨，降水吧，其实现在还有呢。上边完全没人了，这个茶屋应该今天就没开。我说在上边休息一会儿啊，充下电，刚坐了5分钟就受不了了，太冷了。那下面我们聊一个能让大家有代入感的话题吧。行政强制抹除了巫女的职能，那巫女所掌握的通灵能力失传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并没有失传。准确的说，巫女原本具备的解释未知的功能啊，并未消失，而是被现代社会的系统进行了重新分配。在古代呢，巫女对个体及社会的各种不确定性啊，提供统一的解释。然而，随着现代行政与科学体系的建立，这一集中的解释权啊，被彻底拆解，并入到了不同的专业职能体系中。原本由巫女解释的身体疾病啊，现在移交给了医疗体系；原本由巫女疏导的心理恐惧啊与情绪波动，现在移交给了心理学与精神医学；而原本由巫女通过神意维护的社会秩序与行为准则呀，现在完全移交给了法律与行政制度。巫女原本掌握的解释权限呀，已被拆分、吸收并集成到了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专业环节中。现代社会成员在遭遇困境时啊，依然在寻求权威的解释。当你生病寻求医生诊断，或在迷茫时咨询心理专家，其本质行为与古代寻求巫女指引啊，并无二致。你依然在请求外部系统为你提供一套应对未知的逻辑。巫女的职能啊，其实并未消失，而是其职能啊，被现在的专业专家系统所平分。就像原本集中在一个人手上的神秘权力啊，被拆分给了医生、心理学家和行政官员。在这种职能社会化的过程中啊，原本带有神秘属性的个人权威，演变成了基于数据、逻辑与法律的技术化管理。大山阿弗利神社内的巫女啊，其原本承载的社会功能啊，已被这些专业机构完全替代。他们今天留在神社的职责啊，更多的是文化符号，而非解释权的承载者。已经能看到神社了啊，而且已经到台阶这儿了啊，终于下来了哦，终于到下社了，已经完全没有人了。下来第一件事，把水喝了，终于敢喝了。在上面真不敢喝呀，怕万一有点什么，所以得留着备用。我现在找个地方买个水，然后继续爬，因为这只是到下社嘛。不过下边那一段的话，应该比上边好走一点，没那么累。在山下，我记得他说女版不能走，但是这块的话，他又说能走。哇，我信哪个呀？但是男版肯定是不路过大山寺的，要去大山寺必须要走女版。啊，走吧。他既然这块没有写不能走，应该是能走的。那讲到这里啊，估计应该有朋友疑惑了。既然巫女的职能啊已经被剥离了，为何日本的行政与社会体系依然在投入资源啊维持巫女这一职业？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中啊，巫女不再承担实际的决策任务，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的调节工具被保留下来了。即便在高度理性的社会管理下呀，个体对于生存不确定性的畏惧啊并未根除，因此啊，作为应对这种心理需求的载体啊，神社、祭祀仪式啊，以及巫女的形象啊，必须被作为一种特定形式啊维持下去。目前的巫女是不具备实际决策权利的，她们虽然还穿着统一的服饰，执行着被严格定义的舞蹈动作，但她们呀已经失去了对社会事务的任何干预权限。她们的存在啊，在高度城市化的社会运作中啊，扮演了缓冲个体心理压力的角色。这种被保留下来的形态啊，并不能改变客观的物理现实，但为大家提供了一种可控的、安心的仪式感，从而缓解个体在面对复杂社会压力下产生的焦虑。那现在的巫女啊，越是表现出高度的专业性与标准性啊，
越说明那股原始不可控的解释权已经被行政力量彻底清除，并转化为了一种可观察、可被消费的社会景观。所以呢，当你看到巫女在神社舞动时其实看到的更多是制度化的符号，而不是她们原本的职能。到了这期收尾的阶段那我们现在再回想一下巫女文化，或许会认为古代社会对巫女这种灵媒角色的依赖是缺乏科学依据的，甚至在认知上是落后的。但如果审视现状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现代社会结构所高度信赖的各项指标、统计数据以及专家系统的结论，在运作逻辑上与古代对巫女的依赖具有相同的功能定位。我们每个人都身处于这套名为现代的管理机制之中。那古代社会通过巫女对不可抗力，比如降雨灾害进行解释从而建立社会秩序。而现代社会会通过专家系统对各种变量进行预测与量化，从而维持行政稳定。这就说明我们并未消除对不确定性的畏惧。如果你觉得古代大众盲目信奉降临一事很荒谬，那就看看今天我们对各种技术指标和专家指令的无条件接受吧，本质其实没什么区别。那这种现象就是认知的同质化。我们只是将原本对自然力量的原始敬畏置换为了对行政与技术体系的程序化信任。很多人会觉得奇怪这支影片讲的是巫女，却几乎看不到巫女。但实际上这种看不到恰恰才反映了现代日本的真实状况。我们如今在日本各地看到的巫女标准化表演也正是这套管理体系成功的一种证明。它将原本不可控的个人力量彻底驯服成了可消费、可观赏的文化景观和符号。巫女没有消失在历史里，它只是消失在我们现实中。我还在这拍呢，我说这块怎么会有鹿的雕像原来是活的。几只4只。应该不怕人，你看他们也不走，但是他们站的位置挺刁钻的，我过不去。我看看能不能过去，过不去。而且这几只鹿个头挺大的呢。好了，我走了。我估计过去他们也就跑了。我记得上次来好像也是7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只找到6个。这次也只找到6个，另外那个在哪儿啊？过了这个桥，应该下山了，那边就房子了。刚才看到路之后我才想起来，大山这块儿，听说遇见熊的几率挺高的，所以大家来这儿爬山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还有带好防备的用品。什么声音？奇奇怪怪的。这期关于巫女的内容算是讲完了。那我最后临时补一个内容吧，算是对民俗方面的一个解读，也跟大山有关系。那以前大山也是修行的场所，在古代大山的祭祀逻辑中巫女的修行具有极强的山岳原始属性。当时的仪式并不局限在平坦的建筑内，而是要求巫女在险峻的山林中进行高强度的移动来获得灵感，这是带有极高危险性的行为。然而随着明治政府对大山执行国家神道化改造这种带有原始苦行色彩的行为被彻底取缔，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在神社看到的那种缓慢的优雅的神乐舞。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巫女舞蹈大部分都是明治时期以后的产物了。那说到这里应该有朋友就听不明白了吧？为什么以前巫女要通过爬山来获得灵感？简单来说在古代日本人的认知中高山是神灵降临的场所，山顶被称为降临地或神体。那巫女攀登高山海拔越高，意味着离神灵发出的信号就越近。另外一层含义呢，登山是一种极端的肉体磨损行为。通过长时间的攀爬、断食和瀑布洗浴身体会进入一种极度虚弱和亢奋的状态。通过这种对肉体的极限折磨会让巫女大脑原有的逻辑崩塌，
当肉体处于疲惫和寒冷而失去常态时啊，那巫女啊会进入一种真空状，那从而进入一种可以被神明附体的状态。那说到这里，应该有朋友就觉得很抽象，听不明白。可以简单理解啊，就当把身体折磨到极限的时候，大脑是断电的，是一片空白，没有逻辑的，就是懵逼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在古代日本人的认知中啊，就是神明容易附体的状态。哎，这就好理解了吧？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在古时候，日本人认为山林啊是他界，也就是异世界。巫女啊进入到异世界呢，就相当于摆脱了社会身份嘛，然后成为一个很纯粹的媒介，就是脱离俗世嘛。这就是啊我补充的这些民俗啊。为什么讲这个呢？首先啊，大山在以前啊确实是一个修炼很有名的地方，它不光巫女在这儿这个修炼，僧人也在这块修炼修行，这是它的一个传统文化。其次呢，这块是关东巫女非常有代表性的地方。所以说这几个结合在一起，给大家补充一下。已经到车站了，哎呀，右膝盖好疼啊！但是比这更糟糕的是，爬山嘛，衣服湿透了。现在这衣服好难受，所以我得去吃个日高屋驱寒，不然明天肯定感冒。他说机器故障，7点才能营业，还要再等10多分钟。吃完饭了，身体稍微缓过来一点了。我现在状态就脑子一片空白，就是差不多巫女容易被神明附身那个状态。关于巫女的话题啊，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讲，之后还会做的。单传统巫女消失这个话题啊，如果是垂直深度的话，还可以做好几期呢。之后呢，会找一些代表性的地方，还会讲跟巫女相关的话题。那好吧，那这期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